成房价环比降幅变慢，市场预期向好。马云都说10年后房价如葱啊，老爸还是便宜点好呀，这样生活压力小啊。如果只看你自己买房是好事，但站在国家经济循环的角度看，这就意味着过去20年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强印钞机正在停转呢。印钞不是央行的活吗？跟房子有什么关系啊？没有房地产，央行印的钱流不到你的兜里。央行印的叫做基础货币，必须通过房地产放大好几倍，老百姓才都能赚到钱呢。是我老板给我发工资，又不是开发商给我发呀。可老板手里的钱源头也是央行印的基础货币。过去20年中国最主要的印钞方式是结汇。假设你做的小方煎饼果子卖到了美国，赚回100美元，你在国内没法花美金，就找银行换。银行拿着这100美元找到央行，央行收走美金，印出700人民币给到银行，最后这700块就变成了你的存款了。那这不就是我赚的钱都是央行印出来的，那其他人也没赚到钱呀？那我问你银行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呢？放贷款赚利息呗。没错，假设你存在老王银行的700人民币，小帅借走消费给了小美，小美又把赚到的700存回了老王银行。原本你的700块在银行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银行的时候，你的存款还是700元，小美却也多了700块存款所以市面上的钱就这样翻倍了，这就叫做货币乘数那银行一直放贷不就好了吗？这跟房地产有啥关系啊？货币乘数能放多大，取决于有没有人愿意从银行借钱。所以越多的人从银行借钱，借钱的金额越多，那经济体里的钱就越多，大家赚到的钱也会增加。我明白了，每个人都需要房子住这一套房子还很贵，关键之前房子升值还贼多，大家肯定更愿意借钱去投资了呀。没错，房地产不仅可以带动大量的居民部门贷款，还能带动企业部门贷款拿地搞建设。过去20年出口让央行印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而房地产把这些钱通过贷款体系成倍放大，形成了全民层面的财富效应那现在房价遇到问题了，出口也被老美搞的关税战给干扰了，这不印钞机就熄火了吗？所以我们未来印钞也会像现在的美国一样，财政部发国债，银行认购，央行在二级市场找银行买国债，这样就把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出来，财政把钱花掉，这些钱又能以存款的形式流回银行，银行就可以继续放贷了。这么看，未来财政借的钱流向哪里很重要是的呀，未来有可能是新基建和高新技术产业，比如光刻机、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等。我就是个打工人，这些高大上的东西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这正是问题所在。房地产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实现全民借贷、全民资产上涨，而未来很可能再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业能复制这种全民资产普世增长的路径了呀。那普通人是不是没有机会了呀？别急，财政政策当然也会用于服务老百姓的，比如有可能去提高全民的福利待遇，来扩大内需，比如增加医保、养老金等等，福利待遇提高，生活有了保证，我们就敢消费了，这样货币才能在实体经济中流转起来，而不是冻在银行的储蓄账户里这么看，好日子快来了呀！老爸，那老美是怎么印钞的呀？这就不得不提到美联储的 QE 政策了。在多地出现提前还贷情况，部分银行甚至排队。提前还是有优惠吗？老爸，是不是提前还贷合适要不要提前还贷，关键不是看新闻，而是看你当初选的是等额本息还是等额本金呢？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不就是每个月银行让我还多少，我就还多少吗？但如果你选择等额本息，你费劲巴拉的还了好几年的贷款，发现其中可能70%还的都是利息，本金都没怎么还。要是选等额本金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则是逐渐变少的呀。我去，我还真是每个月还的都是利息这两种还款方式到底有啥不同谜底就在谜面上。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中的等额的意思好理解，就是每个月数额相等，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本息和本金。等额本息就是每个月还的本金加利息的金额固定相等，等额本金的意思就是每个月还的本金固定相等。给我绕迷糊了。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假设你贷款100万30年，利息3.1%，等额本息就是这30年的每一个月还款都是4270块，但一开始还的都是利息。等额本金则是每个月还的本金是固定的，随着还款本金在减少利息也会逐渐变少，所以还款的总额是越来越少的。这么看，大概还10年左右，等额本金每个月还的钱就会少于等额本息了呀。没错，所以等额本金的总还款会比等额本息少5%左右。等额本息是真坑那还是等额本金好
金融世界没有绝对的坑，只有成本的取舍，因为还要考虑金钱的机会成本啊。等额本息多还钱了，肯定成本高啊。那我问你啊，假如你手里有1万块想买个电脑，这个时候啊，商家有个24期分期免息的活动，你要参加吗？那肯定参加呀，这1万块我还可以分2年还，手头的现金还能买点别的呢。没错呀，如果这1万啊，你去炒股，每年赚个10%，2年后啊还掉买电脑的钱，相当于啊你还多赚了2000块呀。我明白了，等额本金一开始还的钱比等额本息多，如果我用了等额本金，要是有了好的投资机会，我反而手头没有那么多钱就给错过了呀。这就是机会成本。如果你有一定的投资能力啊，等额本息前期每一分少还的钱，你都可以用它来钱生钱，这样反而啊还更省钱。而且啊你还要考虑通胀，30年前100块能买的东西，肯定比现在的100块要多呀。所以通胀啊也会稀释你房贷的压力。那这么说还是等额本息好呀。但等额本金的优点啊就在于还款会越来越少，它适合啊那种前期赚钱多，未来收入不确定的人。比如你现在30岁，正是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月入2-3万，那就趁现在有钱啊多还掉本金。这样如果未来收入下滑了，那到时候月供你也减到了毛毛雨，生活压力啊则会越来越轻松，这就叫防患于未然呢。这么说两者它各有优点呢。没错，会投资现金流稳定可以选等额本息，前期赚钱多讨厌负债求稳，那就选等额本金。至于要不要提前还款也是一样，不要看别人怎么做，而是要看你手里的钱啊能不能比房贷更值钱。看来啊是没有好不好，只有适不适合自己啊。哎，老爸，总说的房贷根据 LPR 调整，这 LPR 是什么意思呀？这就要从我国央行的利率调控说起了呀。币持续升值，央行下调外汇准备金为0。人民币升值了，不是我们的钱更值钱了吗？老爸，这是好事儿啊，但和准备金有啥关系呢？人民币一直升值啊，或一直贬值啊，都不好。汇率最关键的是稳定啊。这个外汇风险准备金就是用来调控汇率的。准备金啊，是商业银行必须放在央行那里的押金呢。放押金干啥呀？是央行怕这些银行跑路吗？不是怕跑路，增加保证金是给银行做外汇生意加成本。如果啊，你的小方煎饼果子公司3个月后需要100万美元进口去买一批设备，假设啊今天的汇率是6比1，也就是600万人民币可以换100万美元。如果3个月后汇率变成7比1了，你得花多少人民币才能换100万美元呢？那不就得花700万人民币了，比现在多花100万啊！那我还不如现在换呢。还有一招更聪明的，你可以先交一部分定金，和银行约定啊3个月后按照现在的6比1换美元，这就叫啊远期购汇，就是交定金锁定价格呀。那央行要的准备金也是这个意思吗？要更复杂一些。比如之前啊，央行规定，像你和银行的这种远期购汇的业务，必须按照交易额的20%把钱压在央行。那不就相当于银行得交120万的准备金呐？而且这120万的保证金存在央行是一点利息都没有啊。那如果银行没有交这笔巨额保证金，可以拿这笔钱干点什么呢？那银行不就可以直接把这120万借给别人赚利息了吗？没错，保证金的存在啊，相当于央行让银行少赚钱了。假如原本国际汇率是6，你找银行买美元，银行可能报价6.5，你就相当于啊，你花6.5人民币给银行，银行花6块钱人民币换回1美元给到你，银行中间啊赚个5毛就够了。但由于准备金的存在，银行为了弥补准备金的利息亏损，只能报价7块，中间赚个1块才能弥补损失啊。这不还相当于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我买单吗？所以增加准备金啊，会让换美元变贵。那其他人一看啊，原来花6块钱的事儿，现在得花7块钱了，也就纷纷啊不去换美元了。所以提高准备金是可以阻止人们换美元呐。是的，本质是给人民币贬值踩刹车。那相反啊，降低准备金是要阻止什么呢？我明白了，相反那肯定就是阻止人民币升值啊。但人民币升值不是好事儿吗？对个人啊买进口商品或者出国旅游是个好事，但对国家经济啊不一定。你想想，出口企业原来出口啊赚了100万美元，汇率7就能换700万人民币，如果升到6，那就只能换600万了呀。这一下相当于少赚了100万呢。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在为未来布一个大局。如果一个货币啊今天1块钱能买10套煎饼果子，下个礼拜变得只能买5套了，你还会用这种货币吗？那肯定不会了，钱的购买力得稳定呀。没错，只有人民币汇率稳定，购买力才稳定，国际上也才会有更多的地方做生意愿意用人民币结算。而且不要忘了，美国现在在降息周期，如果未来啊美联储把利率降得很低，现在在美国的全球资本自然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啊。现在欧洲、中东在打仗，日本经济也不行，东南亚也挺乱的，这么看只有我
我们这儿了呀。所以现在啊，也不能让人民币一直升值，要不到时候啊，人民币太贵了，反而国际资本啊觉得投资就不值了呀。所以贬值太多需要干预，升值太多也得管一下呀。是的，汇率要上有顶下有底，减少投机空间，更多啊去用于真实贸易和投资。准备金政策就是在告诉市场，可以来我们中国做生意，但要守规矩，别来投机呀。哎，老爸，那银行放贷款，我记得也要交准备金，是不是一个道理呀？存款准备金的目的是控制货币流动，维持金融稳定啊。